S 哲斯谈，意识心是信念的载体。信念与情绪的关联 S 哲斯观点中的自我探索与情绪处理。S 哲斯谈及信念和情绪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个人的心理和情绪状态所产生的影响。S 哲斯强调，个人的信念系统和对自我的认知在塑造情绪和情感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指出，不了解自己的信念会使人难以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绪，从而在情感上感到困惑或无法解释情绪的来源。S 哲斯批评某些哲学学派试图强加所谓的正面思考，并将负面思想或情绪视为不好的，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人对自己的情绪更害怕，并增加自卑感。相反，S 哲斯主张个人应该接受自己所有的情绪，包括负面情绪，并努力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信念和意义。他建议个人在感觉不愉快情绪时，应该耐心地探索情绪的来源，并试图客观化自己的情感和信念。通过这种自我探索，个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并找到更健康的方式处理情绪，而不是逃避或抑制它们。S 哲斯认为，这样的自我探索是重要的，因为它使个人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发现潜在的信念模式，并进一步发展心理成长和自我意识。S 哲斯并提醒个人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和意识心。S 哲斯认为，情绪的产生和变化会影响身体的化学平衡和体内激素的量，但拒绝面对意识心可能带来危险。他主张了解自己的意图和真实经验的面貌对个人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激发有利的情绪和持续探寻的动力。S 哲斯批评了一些错误的信念，例如认为精神健康意味着永远开心、坚定、为他人着想，从不表现出失望等。这些信念可能会使个人否定正常的情感和情绪表达，从而阻塞了情感的流动。他指出，如果个人相信情绪是危险的，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就会让他们害怕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恐慌。S 哲斯强调了意识心的功用，即调整个人的能力和信念，使之与实相本质保持一致。他强调，个人拥有相当可观的能力，包括最深层的创造力和隐藏在意识之下的力量。个人应该接受自己的情绪和信念，并认识到自己有权利追求快乐，同时也需要了解自己的攻击性念头等情绪。最后 ，S 哲斯警告了矛盾信念的危害，例如别人告诉你要追求心灵的完美，但同时自己却相信身体是不完美的。他认为这样的矛盾会导致个人处于内在的困惑中。2. 情绪、攻击性和信念系统的联系与自我疗愈。S 哲斯指出，情绪是一种动态的能量，它们不断流动且相互转换，是我们行动的原动力，应该被实际表达出来。攻击性在这里被解释为创造性的爱的推进力量，而非暴力或负面的含义。然而，社会对攻击性的误解可能导致对情绪的恐惧，进而阻碍我们接受自己的情感和能量。信念系统也被视为自然而必要的，就像身体器官一样，它们解释着我们指挥生活中经历的方式。若我们能诚实面对情感和思想，并接受它们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情感就能流动，并转换成其他情绪，帮助我们自我疗愈。否则，若我们对情感感到恐惧或加以压抑，就会阻止自然的流动，产生身心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这当中提醒我们要正视情绪、攻击性和信念系统，以接纳并处理它们，从而达到身心灵的自我疗愈。透过这种自我了解和接纳，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并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3. 老年时的准备与自我探索。S 哲斯的教导
探讨了老年时期身心灵的转变和准备，以及自我探索中的信念系统。S 哲斯说，老年时，有机体开始为一个新的出生做准备，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季节的逝去，也包含了为另一个季节的开始做准备。这个转变需要支持，并伴随住奔向新体验的攻击动力。他强调，我们不应排斥时间的流逝，而应接纳自己在每一个时间里的完整性。若我们固执于保住青春，却对老年抱持负面观念，可能会加速老化。他建议每个人检查自己的信念，并从感情的角度出发开始，写下这些信念或列出理性或情感的假设，以发现其中的不同。有时，一些核心信念会被看不见，而这些信念可能会隐藏在其他明显的信念背后，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经验。S 哲斯提到一个叫做桥梁信念的概念，这些信念将不同的信念相连，并充满动力和能量。通过发现这些桥梁信念，我们可以更客观地检视自己的信念系统。他建议在自我探索中，要允许情感自由流动，不要逃避身体的症状，并感受身体内真实的感觉，因为情感会带领我们找到造成问题的信念。S 哲斯强调，要容许这些情感流过自己，让他们引导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最后，他提到梦境可能揭示我们的桥梁信念，虽然梦可能无法完全记住，但在白天可能会突然冒出有意识的资讯，带来自我和解的感觉。透过这些探索，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并且发现那些潜在的核心信念，从而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进化。4. 信念的力量与情感的自由流动。S 哲斯指出，如果你相信治疗者能帮助你，他们的帮助确实可能有效，但这些助力最终只是暂时的。借着桥梁信念，他开始融合新的可用能量，意识到自己是持有这些信念的人，不再仅完全认同一个核心信念，因为这限制了他的自由移动和扩展。S 哲斯强调，容许情感自发的流动，情感永远不会淹没你，而且会让你能够回到逻辑性的意识新思想。当你拦住情感时，它们会显得与理性相冲，或者把你整个人压倒。他提醒重要的是要了解意识心的指挥力量，不要相信自己永远被无法控制的条件和情况所主宰。S 哲斯再次强调，意识心应该指挥信念来具体化经验的流动，但这个机制是被其他部分自动完成的。必须相信新的信念和旧的信念一样有效。他也提到，即使一些人不信奉有组织的宗教，也不认同一些负面暗示，但每个人都有信念，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无神论信念。了解意识心的力量，相信新的信念的有效性，并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体系，将有助于个人的自我探索和成长。